一位在台湾定居的大陆人妻子对着网络镜头豪情万丈的喊话，要武力统一台湾。结果话音未落，台湾移民署二话不说，把他的居留证一撤，直接请他打包回老家。这操作不仅轰动了台湾和大陆，连隔壁的韩国网友都跑来看热闹，纷纷发表精彩点评。这起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背后有何政策背景？造成了什么影响？网民们又是如何神吐槽的？故事的主人公叫刘振亚，网名亚亚，在台湾。他是大陆人，几年前嫁到台湾来，当起了所谓的陆配，也就是陆籍配偶。按理说，远嫁他乡，人生地不熟，很多陆配都会低调融入生活。可这位亚亚小姐画风清奇，她摇身一变成了网红，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开频道，经常对着镜头高谈阔论。而她的论调可不是什么婆媳厨艺日常，而是火药味十足的统战宣言。亚亚的视频内容简直让人怀疑她是不是拿错了剧本，身在台湾却处处替她口中的祖国放话。她曾发表诸如大陆武力统一台湾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这样的惊人之语，还嘲讽台湾说台湾买什么武器都没用，还是乖乖回到咱妈的怀抱比较现实。瞧瞧这措辞，一口一个妈，把自己当成慈母代表，正准备张开怀抱收台湾这个调皮孩子回家呢。甚至在另一段视频里，他疑惑发问，为什么大陆不直接武力并吞台湾，还扬言如果解放军对准了台湾，台湾30分钟内就会化为灰烬。听到这里，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下巴都会惊掉。感情家里住着这么一位天天喊着要炸自己房子的亲人，这日子还能安生过吗？亚亚这些言论一出，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就传开了。台湾网友们纷纷表示震惊和愤怒，吃他的饭砸台湾的锅的主儿居然嚣张到这种地步。有网友直呼人在台湾心在共党，这种陆配简直是白眼狼。还有人调侃，既然他口口声声祖国妈妈，怀抱喊得甜，那现在正好送他回去找亲妈。总之，台湾社群平台上群情激愤，大家纷纷要求相关单位赶紧出来管管。而在大陆那边，虽然亚亚的言论本来就是讲给小粉红同温层听的，但随着消息传到台湾，他的视频被曝光给两岸观众，大陆网民也跟着吃瓜看戏。有一些大陆网友拍手叫好亚亚的爱国勇气，觉得他在敌营仍敢高调宣扬祖国统一，真是有种。不过也有稍微理智点的大陆网友提醒，人在屋檐下还如此嚣张，小心偷鸡不成蚀把米。只不过这些声音很快淹没在汹涌的口水中，毕竟对许多大陆网民来说，亚亚是在替他们出气，教训顽固的台湾分子。他们乐见其成，眼看网上吵成一片，决定付诸实际行动。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登场，台湾知名 YouTuber 八囧。这位八囧哥平时就喜欢评论两岸时事，这回他更是火速跳出来，直接承认，没错，就是我去移民署检举了亚亚。八囧怒斥亚亚道，你拿着台湾身份证，却天天在抖音鼓吹武统，甚至让小孩对着毛主席像下跪唱红歌，这还能忍？原来据说亚亚不仅嘴上喊武统，还曾在影片中让自己的孩子对毛泽东画像下跪感恩，令不少人看了直呼荒唐。八囧这一检举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网友们拍手称快，干得漂亮。也有人调侃八囧这是学起黄安那套举报玩法，只不过这次角色反过来了。接到检举后，台湾官方反应相当迅速。3月11日，台湾的移民署火速约谈了亚亚。可以想象当时场景，移民官员大概问他，是不是在网上发表了这些主张武力犯台的言论。亚亚起初可能还满不在乎，据传他在被问询时试图辩解，那些视频我只是拍给大陆人看的嘛，言下之意，我又没给台湾人看，何必当真？但这个说法未免太过幼稚。您在公开网络平台上发表言论，难不成还能指望台湾人一点看不到？互联网可没有你想象的防火墙。经过调查并和相关机关会商后，当天傍晚，台湾移民署就宣布了重大决定，依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废留女的在台依亲居留许可。简单说，就是取消了她继续留在台湾的资格，并将择期强制她出境。这一招一出，举国哗然，
这可是史上头一遭因为网络言论而撤销陆配剧权的案例。过去从没见过台湾对一名配偶因为言论问题下此重手，难怪消息一经公布就引发热议。公告出来后，移民署也给了亚亚一点点人道宽限，考虑到他在台有年幼子女，要给他时间处理家事，他们限令他10日内自行离境，否则逾期就会被直接遣送出境。据悉，亚亚当晚就吓得不轻，连夜在 TikTok 上发视频哭诉，说自己被恶意举报，声称之前移民署的人曾口头通知他可以待半年，现在却突然缩短期限等等。他一边抹泪，一边改口夸赞台湾，台湾的健保是真的好，台湾社会还是很包容的，希望能体谅我们，态度来了个180度转弯。这番画风骤变的表态，看得人啼笑皆非。哟，之前嚷嚷台湾30分钟灰飞烟灭的霸气哪儿去了？如今开始夸健保，求包容了，早干嘛去了？不少网友对此冷嘲热讽，这会儿知道怕了，早干嘛去了？典型的求生欲，刚硬不过3秒，立马软下来了。那么，台湾政府这么做的依据是什么？是否违反言论自由呢？让我们看一下政策和法律背景。台湾虽然是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但言论自由并非没有边界，特别是涉及国家安全、生存存亡的问题上。台湾内政部长刘世芳就对此表态明确，言论自由不是武力统战、武力侵犯的借口。简单说，你可以有立场，可以发表各种意见，但如果你公开鼓吹对台湾发动战争，那已经踩到底线，不是个人观点这么简单了。法律上，台湾有一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专门规范两岸人员交流。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有大陆地区人民在台行为有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安定之余，当局就有权废止其居留许可。亚亚的言论显然被认定为属于这种情形，毕竟他呼吁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不就是威胁国家安全的言行吗？因此，移民署依据此条例撤销他的依亲居留是有法律依据的，并非乱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府出手如此强硬，其实也和最近的两岸形势有关。近来，北京方面对台采取了一系列所谓法律战、认知作战的新动作，不断加压。例如，就在亚亚事件发生的前几天，中共外长王毅在国际场合公然声称，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随后，大陆官媒推出台湾必归的宣传海报。紧接着，两岸上百位艺人几乎同时在微博转发相关帖文，口径一致地附和这种一中说法。这种规模庞大的宣传攻势，在台湾看来已不是一般的统战了，而更像是精心协同的对台舆论战和法律战。台湾政府这次对艺人跟风事件也非常重视，陆委会表示将调查这些艺人是否与大陆官方有合作行为，甚至查他们有没有申领大陆身份证，以评估是否违反两岸法规。可以说，台湾当局近期是一改以往相对忍让的态度，开始硬起来回击北京的各种渗透和压力。过去，对于台湾艺人在大陆不得不表态，台湾省社会上还有人报以同情，觉得他们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所以多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当北京连外交部长都亲自下场否认台湾主权，大陆配偶也在台湾本地公开叫嚣武统，这就被视为踩过界、亲门踏户了。分析人士指出，在国际局势复杂、美中博弈变幻的背景下，台湾必须更积极作为，避免中共得寸进尺。在这种大环境下，亚亚事件被视为一粒必要的杀鸡儆猴，以维护台湾的主权尊严和社会安定。对于移民署取消亚亚居留证、限期将其驱逐的决定，台湾主流舆论一片叫好，许多民众拍手称快，认为政府总算硬起来了。这下看那些天天舔共的人还敢不敢乱来了。在网络论坛 PTT 上，不少网友留言支持，自作自受，活该，赶快回祖国怀抱吧，不送。甚至有人幽默地写，祖国妈妈在呼唤你回家吃饭了。总之，对于亚亚本人，台湾社群的态度可以说是毫无同情，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和解气。不过，在一片赞声中，也有少数意见浮现。一些人担心此举是否有损台湾一向引以为傲的言论自由？难道台湾也要学对岸搞言论审查、搞举报文化吗？他们质疑道。
还有人认为此举可能会激化两岸对立，让对方抓把柄做文章。这些担忧者中，既有普通网友，也包括部分在野党人士。最典型的就是国民党立委王宏威，他公开为亚亚声援，质疑台湾不是号称民主自由吗？现在直接把人家驱逐出境，这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吗？王宏威表示，一个平头百姓陆配的言论就算出格，难道经不起民主社会的考验？相比之下，他更质疑民进党当局选择性执法，抨击说，为什么不去查某绿营立委收外国政府的钱的事情，却把一个陆配当靶子？王宏威的表态立刻引来绿营支持者的炮轰，很多人怒骂他替统派张目，果然不愧是宏威，红得发紫。甚至有人号召发起对王宏威的罢免，认为他立场亲共，不配当民意代表。一时间，为了一个亚亚，台湾内部也出现了政治口水战，蓝绿立场泾渭分明，绿营支持者挺政府护国安，蓝营阵营有人批政府限言论。好在总体来看，多数台湾民众还是站在反武统这一边。王宏威式的声音属于少数派，还引发了对他本人的强烈反弹。值得一提的是，其他旅居台湾的大陆配偶们对此事表现得异常低调。据媒体观察，亚亚事件后，在台约40万陆配几乎集体陷入沉默模式，哪怕心里有想法，大多也不敢公开发表，生怕一个不慎就成为下一个亚亚。有人用杀一儆40万来形容这次效应，一件案例就让几十万在台陆配人人自危，这当然不是健康正常的现象，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我们究竟要对陆配群体信任到什么程度？在捍卫国家安全与保障个人自由之间，该如何拿捏？这些议题都还悬而未决。与台湾民间的叫好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当局的暴跳如雷。3月12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记者会上对亚亚事件大发牢骚，指责民进党当局用尽手段，大肆打压持不同立场的声音，再次暴露其所标榜的自由，是鼓噪台独的自由，宣扬抗中的自由，既虚伪又双标，听着火药味，简直像是被戳中了痛处。国台办显然试图把台湾政府描绘成只允许台独言论不容亲中的声音存在，典型的选择性自由。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这番话或许听起来还有点道理。然而稍微了解情况的人都清楚，亚亚并非单纯亲中或者统一立场而已，他喊的是武统呀。武力犯台可是赤裸裸的战争威胁，哪个政府会容忍来自境内的外籍人士公然鼓吹攻打自己？这跟一般的统派言论完全不是一个性质。可惜陈姓发言人装糊涂，偷换概念，把武统叫嚣、偷梁换柱成了不同立场的声音，难怪台湾这边听了只会翻白眼。更绝的是，当有记者问到这次检举亚亚的台湾网红巴囧时，国台办发言人直接对巴囧个人进行了16个字的痛骂：宵小之辈，鸡鸣狗盗，为虎作伥，必遭严惩。哇哦！一口气丢出4个成语，字字如刀。翻译一下大白话，大致骂巴囧是趁黑作乱的宵小，小偷小摸之徒，帮老虎作恶的帮凶，并威胁他必将受到严厉惩罚。这番措辞之狠，连见多识广的网友都惊了。国台办这是气急败坏到开始念咒骂街了吗？要知道，一个大陆官方发言人在公开记者会上用这种类似武侠小说反派台词的16字真言痛骂台湾平民网红，实属罕见。一时间，这国台办16字真言还登上了台湾社交媒体热搜，成了大家调侃的笑料。有网友戏谑：哟，这诗念的可以啊，陈先生下一句是不是要喊哈哈哈了？巴囧本人则幽默回应说，被敌人点名真是光宗耀祖啊，完全不把北京的恐吓当回事。大陆官方的愤怒不仅体现在口头上，还透过官媒舆论进一步发酵。像环球时报等媒体果然发文痛批台湾当局迫害陆配，渲染台湾打压认同祖国的同胞，煽动民族情绪。微博上大批小粉红也义愤填膺，纷纷替亚亚打抱不平。不就是发表下意见吗？民进党就把人家赶走，哪里还有言论自由？有人留言，台巴子果然心虚，听不得真话。还有人喊话，祖国不能坐视不管，应保护我们大陆配偶的权益。当然，
也有部分大陆网友冷嘲热讽，直接骂亚亚没脑子，自取其辱。毕竟从结果上看，亚亚高调爱党爱国，最后却落得两头不是人。台湾待不下去，大陆网友那边也开始质疑他。一位山东网友气愤地说：“小台湾省就是在自掘坟墓，迟早要完蛋。”而另一位天津网友则讥讽：“就这，天天吹武统，这下好了，统一没等到，自己先被统一了，哈哈。”可以说，在这场风波中，大陆官方和不少民族主义网民是越骂越起劲，各种酸味和火药味飘满网络。说完两岸直接相关方，我们再把镜头转向第三现场，韩国互联网圈。别看韩国和这件事风马牛不相及，但架不住现代社会信息流通快，亚亚被取消签证的新闻经由媒体报，在韩国也传开了。韩国网民一向对中港台新闻很感兴趣，这次又是个颇有戏剧性的题材，当然吸引他们围观吃瓜。韩国主要媒体如联合新闻、文化日报等都报道了此事，标题大多类似：在台湾鼓吹武力统一的中国网红被当局取消居留，下令驱逐。韩国网友看了新闻之后，大部分表示理解并支持台湾的举措。有网友留言：要是有外国人在我们国家喊要用武力吞并韩国，早就按间谍处理了。台湾这么做一点也不过分。提到这里，不得不说韩国本身也有国家保安法，严格禁止赞扬北韩或主张推翻政府的言行，所以韩国人对这种涉及国家安危的言论并不天真，他们深知严重性。难怪有人称，在韩国若有外籍配偶公开叫嚣，韩国30分钟化成灰，别说驱逐，恐直接抓起来判刑都有可能。相比之下，台湾只是取消居留，请他回家，已经算温和了。韩国网友因此普遍站在台湾这一边，认为这属于维护自身安全的正当行为。不少韩国网友还对亚亚本人的骚操作感到哭笑不得。一条高赞评论写道：“这不是农夫与蛇的故事现实版吗？台湾收留了这位太太，她却张口咬人，要毁掉养她的土地，台湾政府把她赶走，一点不冤枉。”另一位网友调侃：“他一直喊回到祖国怀抱，这下如愿以偿，可以真回祖国怀抱了，有啥不满意的呢？”这句评论戳中了笑点。没错，亚亚不停让台湾回归祖国，结果先被台湾送他自己回归祖国去了，堪称大型现场打脸。还有韩国网友讽刺中国官方对举报人巴囧的恐吓，骂人什么鸡鸣狗盗、为虎作伥，搞得跟古装剧似的，哈哈，中方发言人真会演戏。总体看，韩国吃瓜群众对此事的反应可以总结为：活该，干得漂亮，中共别双标。他们一边为台湾点赞，一边也顺带吐槽了中共的战狼表现。有的甚至反思到自己国家，我们韩国也有不少中国来的新娘新郎，要不要也留意一下，有没有人暗地里干这种吃饭砸锅的事？可见，这起事件还引发了韩国网友对境内中国配偶群体的联想。有人提到，过去韩国也曾收紧过外籍配偶签证，因为发现有些来自中国的假结婚骗居留的案例等等。总之，韩国网友看热闹之余，也不忘联系现实，态度既调侃又认真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韩国 YouTuber 也关注了此事。有韩国博主制作影片，用略带讽刺的语气评论说，这位中国大姐对台湾各种嫌弃，现在台湾让她回到她朝思暮想的祖国，不正合她意吗？她甚至半开玩笑的用中文喊话亚亚，快回归祖国吧，祖国欢迎你。这些视频在韩国网络上传开后，引来更多网友附和笑闹。一时间，中国配偶在台湾被逐，俨然成了韩国网络上的一个话题梗，不少人用来调侃中方的玻璃心和双重标准。亚亚被请出境的剧情基本尘埃落定，但此事的余波和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它不仅让两岸网友又吵了一架，也带来了一些现实层面的连锁反应。首先，直接的影响是其他在台陆配网红人人自危。据传，已经有另外2位活跃于短视频平台的陆配网红也被人举报了，理由同样是发布了类似的武统言论。这2位网红分别叫恩启和小薇。消息一出，这俩人立马紧张起来，生怕下一个轮到自己。其中一位小薇更是火速删光了自己过去那些高调爱国的视频，
转而在社群上发布澄清，甚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热爱台湾，请求别取消他拘留，还保证愿意整改频道，不再发表不当言论。据说他的视频里不停夸赞台湾人善良有爱，台湾社会包容体谅，姿态放得比谁都低。这幅画面让很多网友直呼太戏剧性，昨天还在那儿插5星红旗，骂台湾这不好那不好，今天马上变脸夸台湾好了。有大陆网民看到小薇的求生视频后气炸了，骂他辩解倒戈，说他是软骨头陆配，遇到事就怂。可见这些原本靠博两岸敏感议题流量的陆配网红，如今真是进退失据，继续舔共吧，怕被台湾遣返；想讨好台湾吧，又被大陆网友骂。搞不好两边都不讨好，落个两头不是人。正如有评论所言，为了流量当戏精，最终自食恶果。这一波算是给所有想靠朝统战话题搏出位的人好好上了一课。其次，本次事件让在台陆配群体和台湾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绝大部分陆配其实只是普通人，关心的多是柴米油盐，对政治并不热衷。很多人嫁到台湾，努力融入本地，勤勤恳恳生活，对台湾也有感情。然而亚亚这样的极端案例被放大后，难免会加深某些台湾民众对陆配群体的疑虑和刻板印象。他们心里是不是都向着北京啊？特别是先前就有人觉得陆配拿到台湾身份证的门槛太低，可能有安全隐患。这下子相关声音恐怕会更大。例如，最近台湾内政部还要求早年取得身份证的陆配补交大陆户籍除籍证明，引发那些老陆配的不安，觉得20年前拿到的身份如今还要被重新审核，似乎被当作外人、防范对象看待。这种政策上的紧缩很可能和近年来两岸关系恶化，以及个别陆配发表不当言论导致政治氛围敏感有关。长远来看，如果台湾社会因为少数人的言行而对整体陆配群体产生敌意或不信任，未必是件好事。毕竟多数陆配和台湾家庭是命运共同体，他们融入越深，对两岸和平友好的民间关系其实越有利。未来如何在安全和包容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着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再次，这件事还牵扯出言论自由边界的大讨论。在民主社会，主张统一或独立本应都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但当主张统一上升到鼓吹对意见者使用武力，就触及了煽动暴力的红线。许多法律界人士指出，亚亚的言论其实已经不单纯是表达政治观点，而是有煽动他人实施战争行为之嫌，在任何国家都可能触法。就拿美国为例，言论自由保护广泛，但如果有人公开煽动立即对政府采取暴力行动，也是不受保护的。同理，台湾这次的反应可以视作对煽动战争言论的一种执法。尽管如此，这毕竟开了撤销陆配居留的先例，因此也引来法律学者的关注和讨论。这样的标准今后如何界定？谁来判断一名外籍人士的言论是否构成危害国安？万一某天有台湾本地公民发表了类似武统或投共言论，政府又能不能用法律手段惩治？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可以预见，围绕言论自由 vs 国家安全的界限，台湾社会还会持续辩论下去。这场风波算是把这个两难问题狠狠抛到了大家面前。最后，两岸官方关系层面，此事恐怕会让原本就紧张的气氛更添几分火药味。北京方面已经放话狠批，还威胁要严惩为台湾政府效劳的人。虽然大多数人并不觉得北京真能把巴囧怎样，难不成他以后不能去大陆旅游了？好像也无所谓。但这种隔空放狠话，多少反映出两岸敌意螺旋又加深了一圈。此前大陆方面列了一张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扬言要终身追责。如今看来，他们可能也会把一些阻碍统一的非政治人物纳入仇视目标，这无疑进一步升高了对立情绪。而台湾这边尝到强硬反制的甜头，日后对大陆方面的认知作战恐怕也会更零容忍，双方你来我往，互相举报、互相封杀的戏码只怕不会少。正如有评论感叹的，两岸如今是比谁更狠，更像对方。台湾用了过去只有大陆才搞的手段，大陆则学着用法律包装对台打压。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但无论如何，
这些举措都在一点点减少彼此之间最后的善意，拉远两岸民心的距离。回顾整件事，从亚亚高喊祖国妈妈等着你，到她被送回祖国妈妈怀里，这剧情堪称吊诡又讽刺。曾几何时，互联网让世界更开放自由，但也让别有用心的人有了更多舞台。这位亚亚小姐可能一开始只是想在抖音上迎合一些大陆观众，博取流量关注，结果却引火烧身。她的经历也许会让后来的想红人士三思而后行。有些红线不是随便踩的，有些玩笑不是随便开的，尤其是拿战争威胁当儿戏，最终很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家没了，名利也毁了。对于台湾来说，这场风波让社会再次警觉到统战渗透的存在，也展现了政府维护安全底线的决心。大部分民众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民主不是软弱，自由也有原则，欢迎不同意见，但不欢迎想消灭我们的言论。台湾社会用行动划出了这样一条线，当然，如何避免因此矫枉过正，伤及无辜，也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希望这一事件能促使相关法规和执行更加明确透明，让真正心怀不轨者无机可乘，让守法善意的陆配也能安心生活。至于大陆方面，或许该扪心自问，如果角色对调，一个台湾媳妇在北京天天喊武统北京，你们会容忍吗？答案不言自明。所以，与其高喊双标，不如认清现实。两岸虽有不同体制，但在捍卫自身安全上都是认真的。这出闹剧最终以亚亚黯然返回大陆告终。有台湾网友送上临别赠言，祝你一路顺风，回祖国好好享受你心心念念的怀抱吧。这话听着客气，实则饱含着讽刺与无奈。讽刺的是，亚亚终究逃不出自己挖的坑；无奈的是，两岸间连这样的小人物插曲都充满了敌意对撞。故事说到这里，也许正应了一句老话：出来混，迟早要还。亚亚用极端言论博关注，如今也用丢掉居留权的代价为自己的言行买单。而从此事，我们也得到一些启示：自由言论很珍贵，但千万别试图拿它做颠覆别人的武器。在异乡谋生活，要懂得感恩尊重，当双面人迟早露馅。还有，互联网时代真的没有绝对的内部言论，任何话传得飞快，别以为对着自己人说坏话别人就听不见。最妙的是，一个劲鼓吹他人回家的人，往往自己先被送回了家。现实就是有这么戏剧性。总之，取消陆配签证这一事件可谓荒诞中透着现实，滑稽中带着教训。它让两岸三地乃至邻国的吃瓜群众都看了一场精彩大戏。戏看完了，该散场了。然而两岸关系这出大剧仍在继续上演，人物换了一个又一个，剧情一波接一波。希望未来登场的人物能少一些亚亚式的闹剧，多一些真正为两岸和平努力的证据吧。